后台很多朋友问我呀，那素你说说，现在这个年头，钱放哪儿才是最安全的？今天呢，我就来给大家讲清楚，类通缩时代什么才是安全的资产。我们先回到通缩时代的核心特征啊，通缩是一个现金变贵、预期收缩的周期，市场风险偏好低，大家都惜钱如命。所以第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在通缩时代，安全不是不跌，而是能保住你的底线。我们直接来讲结论，在通缩环境下，最适合放钱的5种资产类型。第一种，银行大额存单或者是定期存款。在通缩的环境里呢，大家的消费意愿下降，贷款意愿也下降，反而储蓄成为了主流。那我建议大家呀，在存款的时候呢，选择国有大行。虽然小银行给的利率更高一些，但是呢，在这个时代下，我们以稳为主。第二呢，我们可以选择3到5年的大额存单，利率稳定，流动性也可控。那有的朋友会说了，存银行的利息现在越来越低了，我怕通胀啊偷走我金钱的购买力。你要知道啊，在通缩的环境下，通胀是弱的，你的钱更值钱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存款不是说你在偷懒，而是你在主动的避险。第二类，短久期的货币基金。短久期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期限比较短的货币基金以及国债逆回购。那如果呢，你有一笔钱不想存定期的，你想随时有可能会用到，那你可以考虑货币基金。现在的时点呢，一般啊7天年化利率稳定在1.5%到2%左右，虽然很低，但它胜在流动性强呀。或者呢，你也可以购买国债逆回购。那特别是在节假日之前，每个季度的末尾会有利率的飙升，国债逆回购啊，用你的股票账户就可以操作。1到7天的短期资金管理，年化浮动3%到6%，甚至会更高。国债逆回购呢，安全系数很高，它有很多个期限选择，1到7天的，还有14天的、28天的、91天的、182天的等等。利息呢，也比普通的银行存款要高一些。那这些方式呢，属于你现金的精细化管理。第三类呢，就是中短期的国债，或者是政策性银行发的债券。很多朋友问我，素啊，现在买国债值吗？我的回答是，如果你想稳中有收益，3、5年都不用的钱，那现在正是时候。因为在类通缩的环境之下呀，利率整体还是要往下走的。越早锁定高利率的债券，那未来就越值钱。而且呢，买国债利息是免税的，兑付没有风险。比如我们可以选择中期的国债，那就是3到5年，或者是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债。政策性银行指的是哪些呀？比如说国家开发银行、农业发展银行、进出口银行。那这类银行发的债呀，风险非常低，而且收益率呢还略高于国债。那这类资产呢，在未来一旦出现了大环境降息的情况下，就会出现债券资本利得，你不但可以拿利息，还有涨价的空间。第四类呢，就是实物黄金了。那除了分批的买入实物型的金条之外呢，还可以去大的国有银行买入他们类似推出的金基存啊、金条分期啊等等的黄金类的产品，当做反系统性风险的储备资产。黄金在通缩初期不一定涨，但它有一个好处，它不依赖于信用，也不依赖于利率，它靠的是不信系统的共识。所以啊，我不是建议大家炒黄金，而是把它当做一部分防御型的资产。那投资比例呢，不适宜太高，因为实物的黄金变现的时候，银行或者金店都会打折，损失掉一部分的利润空间。而如果你需要很好的流动性，又看好黄金的长期的价值，同时还不想在家里储存金条，那你可以购买大的公募基金发行的黄金 ETF。第五类呢，就是境外低风险的美元资产。这一点呢，属于稍微进阶一点的配置了。如果你有合规的渠道，那你可以考虑美元计价的货币基金，或者美元短期的国债 ETF，或者香港市场低波动美元的 REITs 产品。那这部分配置的前提是你得有境外的账户，或者是
港股已经打通了，而且你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强。注意呢，不用全仓，可以作为你全球资产防御的一部分进行配置。好，到这里呢，我们来小结一下通缩时代钱最安全的5个地方。第一，就是银行的大额存单或者是定期存款。第二呢，是货币基金或者是国债逆回购。第三呢，是中短期的国债以及政策性银行债券。第四呢，是储蓄型实物黄金。第五呢，是境外低波动的美元资产。那我再说一遍今天的核心啊，通缩时代最怕的不是赚得少，而是赔不起。你能穿越周期的方式，从来不是靠激进，而是靠稳得住，不犯错，最后呢，才能抓住真正的低位机会。如果你还想知道在通缩环境下，普通人应该怎么花钱，怎么省钱，怎么布局未来资产的顺序，一定要看我的下一期节目《通缩时代普通人的投资顺序》，什么该花，什么该省，什么该投。我们下期见。